学家们应该使用适当的衡量参数来对表示相同连续现象的两个变量进行比较。平均绝对偏差，简称 MAP， 就是一个恰当的参数。我们建议科学家们使用 MAP， 因为比起其他常用衡量参数，如 R 平方，它的特性更加理想。本视频将演示如何比较代表了相同现象的两幅山格图像，以及如何计算不同分辨率下平均绝对偏差的三个特征值：数量偏差、层级偏差以及像素级偏差，并通过1982年2月和1982年8月的全球海洋表面温度差异来解释以上三个特征值。我们从克拉克大学研发的 GIS 软件以 Tracy 教程数据中获取了这些山格影像。X 用于表示1982年2月份的海洋表面温度， Y 用于表示同年8月份的温度。每一像素代表一个观测值，图像分辨率为100米。深红色代表相对高温，浅红色代表相对低温。两幅图像的差异仅凭肉眼难以观测，因此我们将两幅图像相减来显示其具体差异。这幅图像表示了8月份和2月份的海洋表面温度差异。红色代表正差值，即海洋表面变暖；黄色代表零差值，即2个月份的海洋温度相同；蓝色代表负差值，海洋表面温度降低。同时，该图像也表示了从南半球到北半球的温度地域差异。左边的散点图显示了8月和2月的温差与 y 等于 x 函数的关系。每一个点都代表了一个像素，其空间分辨率为100米。红色的点代表了北半球的像素，蓝色则代表了南半球的像素。对于任意像素而言，如果该像素代表的温度上升，那么该像素对应的散点将位于 y 等于 x 之上，反之则位于 y 等于 x 之下。若温度不变，则散点落在 y 等于 x 上。位于图像左侧的散点表示这些像素所代表的温度在2月份更低，对应极地地区。靠近右侧的散点则表示相对较高的温度，对应赤道地区。位于右下角的层级图则表示了2个不同的层级，北半球红色，南半球蓝色。由图可见，北半球的平均温差为正，南半球为负。但因为 y 等于 x 上方和下方的散点数量极多，因此我们无法从散点图中得知全球海洋表面在不同月份的温差正负。平均绝对偏差是全部像素所代表的 x、y 差值的平均值。该条形图的高度表明了全球海洋表面平均温差是 3.7 摄氏度。我们已知平均绝对偏差有3个特征值：数量偏差、层级偏差以及像素级偏差。其中，数量偏差是某一时间点的全球海洋表面平均温度 x 与另一时间点的平均温度 y 的差值的绝对值。由于8月份的全球海洋表面平均温度低于2月份，因此条形图上代表数量偏差的部分为蓝色。层级偏差表示按照不同层级划分的区域温差值。北半球这一层级的温差为正，而南半球为负。像素级偏差则表示按不同层级划分的区域的像素级温差。对于本研究而言，2个不同层级中的像素既有正值又有负值。这里我们向大家展示不同分辨率下的温差图。分辨率低的图像是由分辨率高的图像变换而来。当高分辨率影像向低分辨率影像变换时，我们用一个正方形来便利整个图像。正方形的边长为初始图像分辨率的2倍。位于便利正方形内的像素所代表的温差有正有负，正负值相互抵消，因此得到的低分辨率影像上极大偏差值数量减少。在这个过程中，像素级偏差将随着分辨率的减小而减小。这4个条形图对应了不同的分辨率温差图。如图所示，像素级偏差将随着分辨率的减小而减小，但在分辨率转换的过程中，不同层级的像素仍然保持相对独立，因此层级偏差不会随分辨率的改变而改变，数量偏差也保持不变。因为对于不同的分辨率，
我们计算的仍然是全球海洋表面温度的平均差值。在4个不同分辨率所对应的条形图中，层级偏差总是占了最大比重。正如温差图所示，温度的空间最大差异发生在不同层级之间，而不是不同层级之内。当分辨率降到4500米时，北半球的所有差值都为正，而南半球为负，此时层级偏差为0。在此，我们给出了当分辨率为 G 时，计算每一个像素所代表的温差值的公式。其中，1代表了原始分辨率 ，G 表示分辨率转化因子，非海洋地区不算作研究区域，因此统一赋值为0。第一个公式给出了当分辨率为 G 时，位于 S 层级中 R 行 C 列像素的温差值。RSG 代表位于某一 S 层级中的像素所对应的行数。CFG 则表示相应的列数。Roundup 函数可以求出离该比值最近的整数值。同样，我们给出计算平均绝对偏差的3个特征值公式。第一个公式用于计算数量偏差，即在最初分辨率下所有像素的平均 x 与平均 y 之间的差值。第二个公式用于计算层级偏差，表示了图像在不同层级因子之间的差异。如果至少有一个层级内差值为正，而恰有另一个为负，则最终的层级偏差大于0。数量与层级偏差不会随分辨率的变化而变化，因此 Q 和 F 与 G 无关。第三个公式用于计算像素级偏差，即分辨率为 G 的平均差值减去层级偏差以及数量偏差。我们向大家推荐平均绝对偏差，是因为它具有利于图像判读的几大特性。首先，平均绝对偏差与 x、y 变量单位一致，因此可以直接解释 x、y 所代表的现象。其次，只有当所有像素的 x 和对应的 y 都一致时，平均绝对偏差才会为0。第三，因为差值无上限，因此平均绝对偏差也无上限。第四，平均绝对偏差不会出现分母为0的情况，因为其分母是初始分辨率下像素的个数，其值总为正。第五，平均绝对偏差的计算对称，这一点当我们无法明确定义 x 与 y 的先后顺序时，显得尤为重要。最后，每个偏差对平均绝对偏差的影响成正比，从而使得影响变得很直观，而均方根偏差则缺乏这种直观特性。科特博士曾就此发表过重要文献。其他科学家也针对如何比较表示相同连续现象的2个变量提出过各种不同的参数，但我们更倾向于平均绝对偏差。其中一点重要原因是因为偏差这一概念比一致性这一概念更加清晰。比如说，当我们问1和3之间的偏差是多少时，很明显答案为2。但如果问题换成1和3之间的一致性是多少时，我们却很难给出明确答复，因为这要根据我们是如何定义一致性来决定的。但关于一致性的定义一直没有明确的解答，因此平均绝对偏差更易于解释常见的几种一致性指数。我们希望你能使用平均绝对偏差来比较表示相同连续现象的不同时间点的 x、y 差异。目前，我们正在编写软件以实现上述所有计算过程。如果您对我们的研究感兴趣，请参询 Pontius 教授的个人网站。感谢观看。